Hello，大家好，我是怡元。今天这个影片呢，也算是前2个影片所埋下的伏笔，说过要做的。在之前洛杉矶线下见面会的时候，策划有说过想要给一些回坑的玩家某一些福利，就比方说金头可以试用统帅，还有帮助一些还没有提升城市等级的玩家提升一些科技，训练部队，提升城市的建筑物等级等等。但是当下我就说了一句，那些回坑的玩家真的需要这些东西吗？因为我自己也知道回坑的玩家其实是不想要这些东西的，所以我就直接问了各位，我在我的 YouTube 频道那边发了这个贴文，为什么玩家会离开游戏？是什么东西让你没有办法接受？假设你要回来玩这个游戏的话，需要更改什么东西才会回来？在这里是真的非常感谢每一位留言的观众，虽然留言的玩家并不是很多，但是我也是从你们的留言上发现到有不少的共同点。也因为有这些观众的留言而让我更加确信，不是只有我有这样子的问题而已，其实大家也面临着一样的问题。所以我今天这个影片的目标也是很明确，就是想要告诉策划到底问题出现在哪里，你要以什么方式才可以吸引到玩家回来，并且保留现在剩下不多的老玩家。这里我会分成好几个部分跟大家说明。首先第一个最多人反馈的问题就是水晶科技。那其实水晶科技的问题也不是现在才发现，又或者是后来才发现了，而是水晶科技刚出现的时候就已经有不少的玩家反对了。甚至那时候刚出现水晶科技就有玩家说要罢课了，而且当时候要花的钱也比现在还要更多。那其实我看到后来官方有试图想要让一些 F2P 玩家能够更加顺利的去拿到更多水晶科技，像是有水晶科技版本的卡乌拉克，或者是打野蛮人打城寨也可以获得更多的水晶。但现在的问题就是卡乌拉克的时间一再拖延，甚至黄庭开放了之后才出现第3等级的卡乌拉克。当你要去拉野蛮人的时候，野蛮人又会自动走开，或者是他离开的范围越来越大，让玩家根本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拿到更多水晶科技，就演变成现在的 KVK 为什么都是等到最后一刻才打架，就是那些 F2P 玩家或者是没有氪水晶科技的玩家想要拖延更久，他们就可以拿到更多的水晶科技，再跟一些 A 王国或者是先锋王国战斗。间接性水晶科技也是影响到我们现在战场上的环境了，像以前我们没有水晶科技的时候，要开战随时可以开战，现在我们战斗的时间要么就是等到关卡期，不然就是等到黄庭的时候才跟你战斗，关卡4、关卡5能够不战斗的情况下就直接不战斗。但水晶科技又分成有2派玩家，因为我有2个账号，一个是完全没有花钱去买水晶的，另外一个账号是有花钱去买水晶的。像有花钱买水晶科技的玩家认为说，我花钱去买水晶科技，我拿到更高的数值，这个是我应该的。假设一般的玩家能够通过野蛮人或者是卡乌拉克可以拿到水晶的话，那么我花钱去买水晶科技干什么？但是这里我要告诉有花钱买水晶科技的玩家，就是因为他们现在拿的少，所以战斗才减少了。况且现在能够弥补的也就只有水晶科技而已，像是军器装备那些在短时间内你是没有办法追得上的。某个程度上来说，这个问题其实也算是官方自己造成的。假设大家当初没有出现水晶科技的话，玩家可能也只是统帅跟 T5 方面的来回争斗而已，也不会让玩家觉得有半强制的感觉，需要花钱去购买水晶科技才可以继续玩这个游戏。尽管现在策划是有给出不同的方案可以获得更多的水晶，但是总给我的感觉就是他们要给又不想给的感觉。很简单的说法，为什么卡乌拉克第3等级要等到黄庭开放之后才可以获得？为什么我们在拉野蛮人，甚至我们在跟那个野蛮人战斗的时候，他都会自动走开？第2个问题，时间的问题。那我看到一个比较有趣的留言，就是说登录小号的时间比登录主账号的时间还要更多。他在1天之内平均登录主账号的时间大概1到3个小时，但是他登录小号居然要3到4个小时左右。因为我们开销的数量真的是太大了，能够弥补的地方就只有资源而已，加速我们只能透过购买礼包或者是完成任务而已。这也是为什么我和大多数玩家一直反对 T6 的原因。我现在是用这 T5 去战斗，我都已经有一点吃不消了。假设出现一些活动或者是正在 KVK 的话，一天所要花的时间大概10到20个小时左右。一般的玩家根本没有这么多的时间去准备这么多资源，所以他们最后选择移民到 CD 主王国，所需要花的时间还有开销全部都减少了。但我也知道这个问题其实是游戏的硬伤，差不多每个策略游戏都会发生这样子的问题。就算不需要花资源去战斗也好，但你战斗的时间也是需要消耗。如果是玩其他类型的游戏，就比方说 MOBA 游戏，一场就大概是几分钟左右而已，又不需要去采集管理账号之类的，而且在万国觉醒还有很大可能会被误封。
运送资源被当作是机器人帮你采集资源而扣押自己的资源，从而导致最后血本无归。所以玩家因为第二个问题而离开游戏，这个我是可以理解的。第三个问题也是他们这一次线下见面会有提到的，就是推出的数值太高太多了。那以我玩这个游戏这么久的经验来看呢，就是当玩家完成了统帅之后，又推出新的统帅；当你T5科技完成之后，又出水晶科技；当玩家已经完成了自己的装备之后，又出装备觉醒系统；后来装备觉醒系统又提升到5个等级，甚至在玩家还没有完成装备觉醒系统之前，又出现了军器。我相信不少的玩家听到我刚刚那一段话之后，都会觉得很压力，就是你永远追不上进度。每当玩家完成或者是正在完成的路上，就会推出不少的东西。那推出新东西是很正常的，但是推出的这些东西呢，全部都是提升数值，你不可以不去做。当你不去完成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就永远没有办法打败你的敌人。但是每一位玩家追求装备军器T5科技、水晶科技之后，又再次推出更高数值的东西的时候，你觉得玩家会有什么想法？那些没有办法跟上数值的玩家，最后只能变成天兵账号。但这个是战争游戏，我们的想法就是想要在战场上跟敌人厮杀，而不是在后面填兵而已。所以玩家最后选择弃坑，那些没有弃坑的玩家，他就会选择移民。移民到比较弱或者是等级比较低的王国之后，可以跟敌人战斗，但是战斗的时间缩短。或者没有敌人没有队友来帮忙的话，最后也是会变成弃坑而已。说实话，策划不能再推出更高数值的东西了，玩家永远跟不上了。游戏可以推出新的东西，但是不要盲目的追求数值，或者是要我们去花钱。第四个问题，给老玩家的福利太少了。那你们可以直接看线下见面会他们所讲的东西，要么就是给新玩家福利，或者是给回坑玩家福利而已。但是针对于老玩家的福利是完全没有提到的，只是说游戏的匹配系统会更改，卡顿的问题会修复等等，这些问题全部都是整个游戏修复的，而不是针对老玩家。像我是一位登录游戏2000天的玩家，但是也没有给予任何的福利。当然我也知道不能要求太过分的福利，就比方说送我一整套有专属的装备，或者是全专属的军器之类的，这样会对于那些新玩家来说是差距比较大，也不公平了。但至少也要送我一些专属的东西，比方说专属的头像框、专属的头像、专属的城市造型皮肤，或者是流光彩券都可以。这些对于玩家之间的差距也不会太大的东西，为什么一个都没有？就连我生日礼物都要分成等级，只有花越多钱的账号才可以拿到更好的奖励，那些没有花钱的账号拿到的奖励就只有那么一点。尽管当时候我的账号是已经登录差不多2000天了，依然没有拿到比起那些氪金的账号还要更好的东西，就会让我觉得说那些花钱在这个游戏上面的玩家，比较起我这个已经花了更多时间在这个游戏上面的玩家还要更加重要，反而我不重要。我知道花钱肯定是比较多奖励，这个是很正常的，但对于玩这个游戏很长时间一直支持这个游戏的玩家来说，是真的很心酸。以上就是我透过大家的评论所整理出来的一些问题。今天主要的内容还是要让策划知道为什么玩家会离开这个游戏，而且我相信这些问题不是只是发生在那些要弃坑的玩家而已，现在还在玩着这款游戏的玩家想要弃坑的原因应该也是这几个问题。如果这几个问题不修复不调整的话，之后只会越来越多玩家弃坑。我也相信做出了这个影片之后，一些有花钱去玩游戏的玩家肯定会反对，或者是有一大堆评论。但是我想要告诉你们这些花钱的玩家，如果这些不花钱的玩家已经消失不存在在这个游戏上面了，那些有花钱的玩家就算再花更多的钱去做装备军器水晶科技也好，当你没有对手可以给你战斗的时候，最终也只是弃坑而已。你花钱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想要战斗，为了想要打到更多的敌人。然而玩家都已经流失了，那么你要打什么东西？难道你要做更好的装备去打野蛮人吗？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挽留现在的玩家，还有吸引更多新的玩家。假设能够让那些已经弃坑的玩家再度回坑的话，当然会更好。那以上就是本期内容，至于各位有什么看法或者是想要补充的话，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